有缘人，你可以观察一下，一个家族只要母亲强势，大概率儿子都会懦弱。普通人家，父亲在外面女人不断，大概率儿子会讨不到老婆。一个人福一定不能享尽，不能太圆满。家里面兄弟姐妹就一个人特别强，官做得很大，或者钱特别多，但是其他几个就不行，因为都被他一个人给占了。总有人肯定会问，不对啊，我也见过那一个家族全都特别好的，兄弟姐妹个个都是人中龙凤，这又怎么解释？有，那不是一般人家，那是祖上积了大德，这块福报的饼就这么大，你一个人切走了大半，剩下的人自然就只能分点饼渣。而人家那种代代兴旺的家族，是祖上几代人都在不停地往这张饼里加面粉，加好料，饼本身就做得无比巨大，自然够每一代每一个人分。但你若没有那样的根基，却妄想人人均沾雨露，那就是自作聪明，也叫不懂阴阳平衡。一个蓄电池的电量是有限的，一个灯泡开得特别亮，其他灯泡就必然会暗淡，这就是最朴素的能量守恒。所以你看那赌王，其祖上乃是十世善人，积累的福德深厚如海，所以他自己即便私生活丰富，也能庇护家里人，至今荣华富贵不断。明代有个叫杨荣的，历史上都查得到，官至三公，是太子的老师，非常显赫。他的福气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要从他的曾祖父和祖父说起。他们两代人都是以摆渡为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洪水滔天，河里冲下来许多被淹的商船和路人，无数金银货物飘在水上。当时其他的船夫都争先恐后的去捞水里的货物，眼睛里只有钱财。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对着满河的财物视而不见，一心只顾着救人。他们拼尽全力救了很多人上岸，却分文不取，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是对生命最根本的敬畏。在天灾面前，他们选择了人性中最高贵的善，而不是最原始的贪。这份功德就像一颗能量巨大的种子，种进了杨家的命运土壤里。到了他父亲那一辈，家里已经开始富裕。这时有位高人路过，就对他父亲说，你家祖上积有阴德，将来必出大贵之人。果然到了杨荣这一代，就不只是富了，而是大贵，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他做了太子的老师，皇帝感念其功，连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一并追封了爵位。你看，祖辈种下的善因，在第三代开出了最盛大的花，结出的果实，最终又回报到了自己身上。杨荣的后代也因此兴盛，一个豪门大族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福报就像我们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如果没有持续存钱，只是一味取钱，那再多的家底也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对于普通人家而言，祖上留下的福报账户余额本就不多，如果出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他一个人就可能透支了好几代人的额度，其他人自然就没戏了。所以当我们祖上的福不够大时，最好的策略就是自己给自己积福，同时拼命的节流，少消耗一点，少去做那些损福的坏事，这样至少到老了可以得一个善终。假设一个人命中注定的福报总额度只有10万，如果父母从小就对他溺爱有加，锦衣玉食，花重金让他上最好的学校，百般呵护，那么在他大学毕业前，这10万的福报额度可能已经被他提前消费掉了七七八八。这就好比一辆出厂时油箱加满的豪车，他却在新手村里玩漂移，秀车技，一脚油门踩到底，还没开上人生的高速公路，油箱就快见底了。所以他毕业后去社会上赚钱，就会感觉异常辛苦，处处碰壁。这不是他能力不行，也不是运气不好，而是他与生俱来的那份启动资金福报已经被挥霍一尽了，这才是最可怜的。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许多有智慧的富人反而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公益，去做义工，去吃苦夏令营，甚至大学毕业了还要先去别人的公司从底层打工做起。有人会想，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家里有金山银山，何必去受那个罪？这叫自寻死路。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这恰恰是在保护孩子，让孩子吃苦，不是折磨他，而是在教他如何为自己的福报账户存钱，是在帮他把福报的根扎得更深。你直接给他一座金山，他只会坐吃山空；你教他点石成金的本事，他才能生生不息。我的这个回答可能并不是从三维世界人的正常思维来告诉你如何培养一个孩子，我是从一个更高的维度，从因果和智慧的层面去阐述一些事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知识和方法的表象。能看懂你就往下看，毕竟三维世界中所有的方法都只是高维规律投射下来的影子而已。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神奇的现象。学历高的大学生给没怎么读过书的小学生老板打工。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没什么文化的老板，觉得他们是运气好。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看不见的是，他们身上有福报。没有文化不会饿死，但没有福报，哪怕你才高8斗，也可能连衣食都不能丰足。因此，在教育孩子上，千万不要给他花超额的钱。你花的是你的钱，但损耗的是他的福报，给他过度的物质享受，就好比用滚烫的开水去浇一棵稚嫩的树苗，表面看是在滋养，实际上是在烫伤它的根。这根本不是爱，
这是害。很多人小时候何等风光，前呼后拥，长大后却潦倒不堪，这就是把一生的福报在最不懂事的年纪就提前风光掉了。古人讲，要为自己培养老来福，年轻时不要把福享尽了。教育孩子更要让他懂得寻根。什么是根？父母就是根。孝顺好父母，你的根就稳，根深才能叶茂，孩子自然就听话懂事。你若顶撞父母，慢待父母，就是亲手在砍自己的根。你的孩子以后就会学着你的样子来顶撞你，砍你的根。这不是什么玄学，这就是轮回，一个家庭3代人之间的小轮回。你今天如何对待你的父母，就是亲手为你的孩子写下了一份未来的行为说明书，他会一字不差地照着做。所以把好吃的优先给父母吃，把好穿的优先给父母穿，不要总把最好的留给小孩，给他吃太好，穿太好，都是在损他的福。宇宙的规律，谁也无法代替。孩子的福报损耗了，只能靠他自己一点点去吃苦，去行善，慢慢再培植起来。你作为父母，是无法代替他受苦，也无法直接把福报转给他的。越是过度关心孩子，把他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个孩子以后就越难有出息。你那份无微不至的关心，一旦变成了沉重的牵挂和包办，就等于把他福报的额度给冻结了，他以后想用都用不了，只能在艰苦的人生中从零开始，重新培福。长辈和前辈都是我们行走的福田，我们恭敬长辈前辈，就是在给自己播种福报。以后我们成了长辈，后辈自然就会恭敬你，这就是因果，丝毫不差。我们要照顾长辈胜过照顾晚辈，现在的人都反过来了，关心孩子胜过关心父母，把孩子当祖宗供着，把父母当累赘甩着。结果呢，以后你的孩子长大了，他也有了他的孩子，他就会完全复制你的模式，关心他的孩子胜过关心你。这不是报应，这是规律的循环。古人讲，不要留钱给孩子，孩子若有出息，你留钱给他反而是牵绊孩子若没出息，你留钱给他，他只会加速败坏。这背后的宇宙规律是什么？失德不配位，必有灾殃。那要留什么呢？留阴德。我们自己好好做人，积德行善，这才是给儿孙留下的最好遗产。你把钱存在世俗的银行，可能会通货膨胀，可能会被骗走，但你把福报存在阴德银行，它会利滚利，生生不息，庇荫你的子孙后代。我见过许多积德行善的人家，后代都很好，有福德的人自然会感召有福德的子孙来到你的家族。古人常说富不过3代，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一个诅咒，
而是一个提醒。如果一个家族的德行跟不上了，财富和地位就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富人德行败坏，慢慢就变成了穷人努力生活。德行好了，福报上来了，慢慢又会变富。天地之间就像一个巨大的天平，一边是福，一边是德，永远在动态平衡。这就是最根本的因果循环与能量守恒。福报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福报，一种是内在福报。绝大多数人对福报的认知只停留在外在福报，甚至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福报。比如说，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突然得到了一笔横财，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在合适的年纪娶妻生子，家庭美满。这种生活状态的体面或悲惨，物质上的富足或贫穷，身体上的健康或疾病，我们都称之为外在福报。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外在福报大的人很多，但真正从内心感到幸福、安宁、快乐的却没有几个。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看那些有钱人、社会地位高的人，你看到的是他酒桌上的风光，朋友圈里的光鲜，你没看到的是他深夜里吞下的安眠药，是他为工作上的事焦头烂额、劳神伤心。根据调查发现，抑郁症、焦虑症在高收入人群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这就说明，外在福报并不难获得，更不长久。就算获得了，对你来说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它更像是一场华丽的烟火，绚烂，但转瞬即逝，留下的只有一地空虚和灰烬。而内在福报却极难获得，因为它只有在逆境的烈火中才能锻造出来。那到底什么是内在福报？所谓的内在福报，是你心性的升级，是你灵魂的觉醒。这种福报持久而稳定，它不以外在环境的变化为转移。比如说，一个人经历了几次生意的起起落落，他在这个过程中磨练出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洞察人心的敏锐，还有那份坚不可摧的耐心和韧性。这些品质才是真正的护身符，它让这个人在遇到事情时不再轻易被环境和情绪所干扰，能像鹰一样瞬间穿透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从容淡定地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这种由内而外生发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内在福报。而能获得这种内在福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少之又少。一个人的境界和格局，永远不是靠外在的财富和地位堆砌起来的，而是内心境界的提升，是内在力量在不断增强。比如说，他失去了一份工作，在别人看来，这是事业不顺、运气不好的倒霉事，但他却能把失业看作是一个摆脱束缚、重新开始的契机，然后优雅地转身，
开创了另一片天地。又比如他离婚了，周围的人都觉得离婚是人生失败，是没有福报的象征，但他却能通过这段关系的结束，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更正向地看待缘分的聚散，学会了接纳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从此活得头脑清醒，内心自由。你说这不是比守着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更大的福报吗？面对逆境时，他没有被挫折击垮，而是像不倒翁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每一次站起来都带着新的经验和更深的领悟。逆境就像一把锤子，对于玻璃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于一块生铁来说却是千锤百炼，最终成钢。这份百炼成钢的坚韧才是真正的内在福气。而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人们狂热追求的很多所谓福报往往是短暂的，比如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份荣耀可能只持续到你找到第一份工作，过分追求外在的美貌，那份满足感可能在你看到第一条皱纹时就烟消云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短暂的福报若没有内在智慧的支撑，反而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有些人可能在中年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能力、心力都跟不上，到了晚年更是感到孤独和无助。有的人年轻时就位高权重，习惯了发号施令，晚年退休后却无人问津，内心无比凄凉。这并不是说他们早期没有福报，而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福报是长期的、内在的，能够持续为你生命带来正面滋养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待一个人的生活时，不应该只看他一时的表面，即使他现在看起来处境不佳，负债累累，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可能正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如何变得更坚韧，如何从低谷中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正是这些低谷时期的痛苦和折磨，往往是他灵魂觉醒的开始。他会逼着他去思考自己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对福报的理解要提升维度。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维度展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福报。你内在的维度越高，你能转化出的福报就越多。为什么？因为你本自具足，一切智慧、力量、喜悦都在你之内，只是因为你内心的重重障碍，让它们无法显现出来而已。福报的本质是善念和正念的能量累积，所以增加福报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增加你内心的善念和正念。因为这个宇宙遵循着铁一般的因果法则，你只要生出一个念头，无论善恶，就等于在因果的田地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因果的法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善念的种子，自然收获善果。而这些善念和正念，也正是形成你高贵品格、
提升你心性境界的根本。那问题来了，既然福报的本质是善念和正念，为什么你的心里善念和正念总是升不起来，反而升起的都是焦虑、恐惧、怨恨这些负能量的念头呢？这主要有2个障碍，像2座大山一样压着你。首先是认知障，就是你内心的认知和思维有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比如说，我跟你讲善有善报，跟你说高为智慧，你打心底里就不信，甚至觉得是封建迷信。当有人劝你与人为善时，你心里可能还会嘲笑他天真，这就是最大的障碍。就像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微积分的题目，他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这不是他笨，而是他的认知思维还没到那个层次。又比如，面对同样一件倒霉事，你的认知只能看到它有害的一面，痛苦的一面，你会怨天尤人，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所有的坏事都让我遇上了。而有的人却能透过这件事锻炼出坚毅的品质，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一名医生可能因为一次惨痛的医疗事故而获得了对生命更深刻的敬畏和对细节更极致的追求。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如有神助。那么，这个曾经让他痛苦不堪的苦难，对他来说就转化成了巨大的福报。第2种障碍叫烦恼障。什么叫烦恼障？就是你的贪心、嫉妒心、怨恨心、傲慢心，这些情绪就像心灵的窃贼，无时无刻不在偷走你的福报。它们会像乌云一样，障碍你本性的智慧光明显现。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原理，一直错误地认为外在福报是靠自己聪明、靠自己拼命打出来的，于是他们为了这些外在福报去执着抓取。在这个过程中，内心不断地升起贪婪、嫉妒、怨恨、傲慢，看到发财的机会、出名的机会，就如饿狼扑食一般蜂拥而上。每一次的抓取都在加重他们的烦恼障，导致福报的暗中损失和生命状态的堕落。很多时候，外在福报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就像一个诱饵，不断地强化你的执着心、贪婪心、嫉妒心，最终让你的烦恼越来越多，内在能量越来越低。你以为你得到了很多，其实你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内心的平静和智慧。而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看似煎熬痛苦的岁月，实际上正是开启你内在福报的那把金钥匙，因为它在锻炼你的心智，在打磨你的灵魂。只有你内心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个更大、更开阔的天地。所以，要在世上练心，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不管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你从今天起都把它们
看作是来训练你心性的考题，是来提升你内心境界的道具，那它们就都变成了好事，因为它们都在扎扎实实地增加你内在的福报。只有你内在的福报具足了，你才能由内而外地绽放出心性本有的智慧光明。真正有福报的人，大都在年轻时经历过一场生命的低谷。人生的智慧从来不是靠听道理听来的，而是从痛苦和承受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出来的彻悟。别人的劝解最多只能给你一些安慰，唯有亲身经历困境的烈火焚烧，你才能真正看透和放下。这便是所谓的着火重生。逆境是修行的必经之路，唯有在冲击中承受住，才能淬炼出真金。这个过程不仅是为了扫除你身体和能量场里的负面杂质，更是为了彻底改变你的磁场，让你对人世的洞察，对未来的预判变得更加精准。当你愿意静下来，真正进入你的内在，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神性，那么你需要的一切也必将加给你。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毫不犹豫地就自己于这人间水火。具体要怎么做？一，整体势能低的时候，不能急，不要贪，容易引动不必要的麻烦纠纷。最正确的做法是先做基础能量，在最小范围内搭建出正循环，乘着自己和外部环境给的事，逐步燃起火焰，越烧越旺。而宇宙是心念的力量，从现在开始只能往光明面去想，不要往黑暗面去想。人是观念的动物，你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样的心思，你的未来就会照着这个去实现。这2年显化最快。3，情绪是吸引力，外在只是内在的反应。一是说话让人结缘，2是做事让人感念。修炼口德就是提升自己的气场和磁场，为他人多做点好事，你给出去的最终都会回流到自己身上。4，不要怕，而是要爱。这种浩然之气可以洗掉弱小的自己，让自己生出强大的灵魂，上升为自己的生命哲学，自己的宇宙生态，自己的血液和灵魂。5，每个灵魂都是大师，虽然有些忘了自己的领域和天赋，保持安静与觉察，随时随地监控自己的思想，时时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投射到宇宙与你身份相符的事情，向宇宙表明你的真实身份。6，当你进入这一阶段，潜意识将迅速引导你的能量汇聚，并融合你的智慧、勇气、意志与信念，使其全面迸发并持续强化。接下来做大事的素质和环境就会显现。7，培养一层新的能量需时3到4年，而显化部分优质能量仅需3到4个月。一定要稳住自己，不贪，不慢，不退缩，不冒进，
不要让花在制造业力障碍上的时间比花在清除它们上的时间多得多。我们谈了如何积福，如何分辨内外福报，也谈了障碍福报的根本原因。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又极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福报的漏洞。很多人一边在辛苦地积福，一边却在毫不知情地漏福。就像一个农夫白天辛辛苦苦地往粮仓里搬粮食，晚上却不知道粮仓底下有个大洞，粮食正在哗哗地往外漏。这样下去，粮仓何时才能填满？那么我们生命中最常见的福报漏洞有哪些呢？主要有3个。第一是言语之漏，口为福祸之门。一个人说的话直接反映了他的心，也决定了他的命。最大的漏福方式就是抱怨和指责。当你抱怨时，你就是在向宇宙宣告，我不配拥有好的一切，我只配拥有这些烂事。你的能量瞬间就收缩变黑。怨言就像一个装满福报的米袋，下面有个看不见的破洞，你说的越多，福报漏得越快。其次是炫耀，炫耀什么就容易失去什么。你炫耀财富，就容易引来觊觎和破财之灾。你炫耀健康，就容易引发身体的无常。因为炫耀的本质是傲慢，是想证明我比你强，这本身就在消耗自己的福报，去填补那点可怜的虚荣心。还有恶语伤人，背后论人是非，利刃割体，伤口有可愈合，恶语伤心，恨意终身难忘。你今天说出去的每一句刻薄话，都是射向未来自己的一支暗箭，早晚会扎回自己身上。所以堵住言语的漏洞，就要修口德，多说感恩的话，赞美的话，柔软的话。实在无话可说，就宁愿沉默。沉默也是一种修行。第二是心念之漏。如果说言语是看得见的漏洞，那心念就是看不见的但漏得更快的黑洞。最消耗福报的心念是嫉妒，嫉妒是见不得别人好。当别人取得成就，获得幸福时，你心里不是随喜赞叹，而是酸楚不平，甚至暗中诅咒。这种阴暗的念头就像电池漏出的腐蚀性酸液，第一个腐蚀的就是你自己内在的能量系统，它会让你变得面目可憎，吸引来更多让你嫉妒的人和事，陷入恶性循环。其次是傲慢，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别人，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念头，比如这人真笨，那人品味真差，都在损耗你的福报。因为傲慢让你无法保持谦卑，而福报恰恰最喜欢降临在谦卑柔软的心田里。坚硬的石头上是长不出庄稼的。堵住心念的漏洞，就要修义德。看见别人好，要由衷地替他高兴。这种随喜之心
能让你瞬间连接上对方的能量，分得一份福气。同时要时刻保持觉察，一旦傲慢、嫉妒的念头升起，立刻看见它，告诉自己，这不是我，这只是一个念头，然后深吸一口气，把它呼出去。第三是行为之漏。我们积福的行为有很多，比如孝顺父母、布施助人，但漏福的行为同样隐蔽而致命。最大的行为漏洞就是不孝。前面讲过，父母是根，是我们的第一福田。你让父母一念心酸，你的福报就折损大半。你让父母欢喜一天，胜过你去庙里烧一年高香。很多人在外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朋友、对同事，甚至对陌生人都很好，唯独把最差的脾气和脸色留给了父母。这就是亲手在毁掉自己最大的一块福田，愚蠢至极。其次是浪费，浪费食物，浪费水电，浪费时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福报的显化，你浪费一粒米，就是亲手丢掉了一份福。这种福报的损耗看不见摸不着，但天地的账本上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堵住行为的漏洞，就要修深德，把孝顺父母当作头等大事来做。不需要你花多少钱，一声温柔的问候，一个耐心的倾听，就足以滋养福田。同时要爱惜万物，珍惜你拥有的一切资源。所以真正的修行不仅仅是开源，拼命去行善积德，更重要的是节流，时刻警惕自己身、口、意上的这些福报漏洞，及时把它们堵上。只有这样，我们的福报才能越积越厚，生命才能越来越顺，最终达到一种内在丰盛、外在安然的圆满状态。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善念善行，福报自来。这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承诺。这8个字是你在向自己的潜意识下达一个最清晰、最有力的指令。从此刻起，我选择成为一个善念的源头，一个善行的通道。你发出的每一个善念，终将汇聚成光的海洋，不仅照亮你前行的路，也会与万千善友的念力共振，形成一个巨大的、温暖的能量场，反过来加持和祝福着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